景清法师不明真相，但还是非常干脆地点头说道：“好的，空隐法师，我扶着您出去。”空隐法师腿脚不利索，却激动地一直呢喃：“快，快快！”景清感觉到他身体的震颤，心中更是骇然。120多岁的空隐，在他这个晚辈看来，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得道高僧。即便是方才聊到死亡时，空隐都能淡定自若，而且完全没有半分虚伪的痕迹。所以景清更是不解，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能让空隐如此激动。两人推门而出，门外的沙弥还在与师兄拉扯。师兄见空隐法师在景清法师的搀扶下走了出来，心中更是恼怒，对那沙弥说：“混账，不好好守你的门，跑来这里惊扰师父清修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”空隐法师见此，低声呵斥道：“元成，你闭嘴！”元成法师一脸委屈地说：“师尊，我怕他影响您和景清法师辩经。”空隐法师冲他摆摆手，没理会他，而是立刻追问那沙弥：“怀一，门外可是一位少女？”“是的，住持师父。”沙弥赶紧说：“他说她是正平小姐，要见您。”空隐法师得到确认，脸上浮起孩子般的喜悦之色，连忙对他说道：“怀一，你搀扶我去正门迎接。元成，你送景清法师回去。”空隐知道林婉儿的大多数事情，也知道她一直在躲避仇家追杀，所以他不敢留景清在这里。万一他见到林婉儿，识破林婉儿身份，恐对林婉儿不利。那元成法师没想到，师尊竟然真要去迎接一个少女，惊诧不已的同时，立刻意识到自己错怪了那位名叫怀一的师弟。于是他先是应了一声：“好的，师尊。”随后便立刻向怀一施礼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怀一师弟，刚才师兄唐突了，还请你见谅。”空隐这么多年来一心向佛，不掺杂任何功利心，这对他身边的人也是一个十分漫长且极其有效的筛选过程。急功近利的，或者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名利的弟子，早就无法忍受半途而废了。沉淀下来的这些人，佛法上未必有多大天赋，但基本都与空隐一样，能做到真正的知行合一，所以意识到自己错了，也都能第一时间承认，不给自己找任何借口。沙弥怀一也同样还礼：“阿弥陀佛，只是一点误会，过去就过去了。元成师兄也都是为了住持师父。”说完，他又对空隐法师说：“住持师父，那正平小姐说您年纪大了，切不可亲自去接，她自己进来见您就行。”空隐犹豫片刻，最终还是点头说道：“那怀一，你去请那位小姐进来，一定要毕恭毕敬，万万不可怠慢。元成，你去送景清法师吧。”元成点点头，转而对景清法师说起中文：“景清法师，师尊他老人家临时有事，我送您回去吧。”景清听不懂日语，完全猜不透发生了什么，但既然对方要送客，自己当然也不好多说，于是便将空隐法师交给沙弥怀一，恭敬地说：“空隐法师，贫僧先告退了。”景清告退之后，小沙弥怀一也转身要走，空隐法师叫住他，叮嘱道：“怀一，见到那位小姐，不用太过恭敬，只当她是普通香客，把她迎进来便是，明白了吗？”空隐知道林婉儿的秘密，也知道林婉儿身份敏感，寺庙现如今虽然是暂不对外的状态，可依旧有来京都游览的游客会跑到跟前拍照留念。若是怀疑对林婉儿过于客气，他担心会透露出不寻常的信息。在林婉儿身边那些年，他早就锻炼出了事无巨细的小心谨慎。怀疑虽然不懂，但还是恭敬点头，开口说：“住持师父，那我就过去请那位正平小姐进来了。”空隐点点头，挥挥手：“去吧。”片刻之后，小沙弥怀一飞奔来到寺门外，扎着双马尾的林婉儿正垫着脚，俏皮的在寺庙门口来回踱步，仿似自己与自己玩乐一般。怀一来到近前，小声地说：“正平小姐，住持师父有请，请随我来。”林婉儿点头笑道：“
请师傅前面带路。当林婉儿跟随怀一进入金阁寺的时候，空隐已经让袁成将他搀扶到了正殿门口。他对袁成说：“袁成，你退下吧，吩咐所有人退出正殿方圆100米，不得进入。”袁成法师关切地问：“师尊，您自己可以吗？”“可以。”空隐法师点头说道：“你退下吧。”袁成法师恭敬地说：“好的，师尊，弟子先退下了。”说完，他转身离开，留下空隐一个人佝偻地站在门口望眼欲穿。另一边，景清离开正殿，来到了金阁寺提供给安承熙一行人的院落。景清进了院子，安承熙正与唐四海、孙杰等人聊天。安承熙泡了一壶好茶，正用功夫杯给两人分茶。见景清来了，他微笑着说：“景清，今日空隐法师这么早就放你回来了，坐下来喝杯茶吧。”这几天，景清每日都要与空隐法师辩经到正午12点才回来，今日比以往早了1个小时，确实有些反常。景清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回夫人，方才寺庙里2名僧人过来在正殿门外喊叫，但全程说的都是日语，我也不懂他们在说什么。只是空隐法师情绪非常激动，让我扶着他去寺门外，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。”安承熙诧异地问：“空隐法师100多岁了，什么事能让他情绪这么激动？”景清轻轻摇头：“这个在下也不清楚。”安承熙不解地问：“你没扶着他过去？”“没有。”景清如实道。“后来空隐法师又吩咐了他2位弟子，然后就让我先回来了。”安承熙感觉是有蹊跷，于是便对孙姐说：“孙姐，问一下我们的暗哨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？”孙姐点点头，转身走开几步，从衣领里轻轻扯出对讲机的麦克风，按下通话键，轻声询问几句。听到回答之后，她表情忽然一凛，立刻有些慌张地走过来对安承熙说：“夫人。”暗哨说：“刚才寺门外来了个日本少女，看着年纪不大，在门口等了一会儿，现在已经被寺庙里的沙弥带进去了。”安承熙刚给景清拿起一个紫砂的茶杯，听闻这话，手上忽然一抖，茶杯一下从指尖脱落，啪的一声砸在茶盘上，摔成四散的碎片。惊骇的表情在他脸上转瞬即逝。他问孙姐：“你以为会是谁？”孙姐冷汗顺着脸颊滑落，焦急、慌乱又惭愧无比地说：“夫人，属下担心是林婉儿。”安承熙苦笑：“我和你想的一样。”孙姐瞬间乱了阵脚，这么多年，他们何曾被人找上门过？这感觉就像泰坦尼克号的船员，信心满满的以为自己这艘巨轮永不沉没，转脸听见声音大喊：“完了，撞冰山了！”景清也一下子慌了神，连忙说：“夫人，这林婉儿该不会是为您来的吧？要不我们先掩护您撤离吧？”“对啊，夫人。”孙姐也说：“趁他去找住持，咱们赶紧走，还来得及。我刚才问清楚了，来的人就林婉儿自己。”安承熙摇摇头，自嘲地笑道：“林婉儿若是来找我的，我再躲就没什么意思了。你们要知道，她这次还是自己来的，这就说明她还不曾把她的发现告诉晨儿，否则的话，一旦晨儿与她同行，以晨儿的修为，我们早就暴露了。”景清、孙杰以及唐四海都一脸颓然，他们也知道，如果林婉儿真是来找他们，再躲就真的没什么意思了。林婉儿自己来，就是释放一个信号，你们别急，我们面对面先谈一谈。如果自己这边对这个信号置之不理，那下次林婉儿或许就会带着叶晨找上来。唐四海还在挣扎：“夫人，林婉儿就算发现了我们，定然也不知您的存在，不如您先隐藏起来，让属下去见她。”“没用的。”安承熙笑笑说：“林婉儿智多近妖，吴飞燕几百年都抓不住她。晨儿跟她过招，没逃过几个回合就被找上门去。你去见她，她定然不会信你是幕后主使。我们几个加起来活的都没她长，况且人家都找上门来了，
还想着糊弄他，不现实。说罢，安承熙长叹一声，认真道：事已至此，技不如人，就不要徒劳抵抗了，等着吧。如果林婉儿真是来找我的，不用多久，她就会让人来请我们过去。届时我便去与她开诚布公地聊一聊。景清下意识释放灵气，感知到林婉儿已经接近正殿庭院的入口，于是立刻说道：夫人，我以灵气查探，全面监控林婉儿的一举一动，不必了。安承熙摆摆手，严肃道：这时候再搞这些小动作，属实不够光明磊落。我安承熙一生坦荡，不曾做过什么亏心的事，却如丧家的老鼠般，在世界各地的阴暗处躲躲藏藏20年。今日与林婉儿坦诚相见，想想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